各位大家好啊！測試篇我們已經把這個有望雲朵蒸汽洗滌機跑了個明明白白啊！它的助力跟手清潔夠狠，貼邊角落收口很漂亮，還有就是整機薄到7.9厘米，能把低矮空間基本上覆蓋，噪音和續航也做的都很克制。但問題來了，這些好用到底是靠什麼實現的？蒸汽和熱水這套雙熱系統是怎麼走熱路，怎麼做溫控？助力人的傳感和控制邏輯，還有自清潔烘乾的風道、密封、防臭，到底有沒有真材實料？這一期拆解篇，我們把外殼徹底打開，用結構和用料把測試裡看到的每一個現象對上原因。首先就是對這個基站進行拆解，4條長條形的硅膠條在基站底部做防滑處理。打開底部的蓋子，兩邊的充電觸點。基站的主體和底部的蓋子都是用的 PP 加 TD20 的复合聚丙烯材料，耐腐蚀性高，還有更強的韌性。兩邊的充電觸點則用上了強度更高的尼龍材料。拿出基站的背面蓋板，蓋板底部的硅膠防水條，防止內部的電路板進水的。這個是整個基站底部拆下來的螺絲，一種是傳統的鐵質螺絲，另外一種是不鏽鋼螺絲。這個是洗滌機的 PTC 加熱板，外部同樣設置有硅膠材質的密封圈，交流進線有2顆螺絲進行固定，線材需要固定的地方都是打的白膠啊。220伏的交流進線。電源的交流進線，這一組是 PTC 加熱板的供電線，洗滌機主機的電池充電線，燈光控制排線， PTC 加熱板控制線，低壓直流供電線，固定線材用了一個硅膠軟塞子，基站的交流進線為3乘0.75平方，這個線材規格是夠用的啊。白色的燈罩，基站的工作狀態指示燈，基站的控制板，基站的電源板，基站部分就拆解完了啊，還是一如既往的簡約不簡單。我們現在就是對這個洗滌機主體做個拆解啊。有望家的家族化設計零重力手柄內部的構造，我們拆了很多次了，這一次我們就不拆了。拆解我們就從這個水箱開始啊。清潔液加注口，這是清水的加注口，蒸汽的出氣口。蒸汽管道一共有6個出气孔。底部的小輪子，地面刮條為硅膠材質。拖頭部分的上蓋。這一代的拖頭內部構造，內部多了很多的組件。這一排齒梳就是毛髮抗纏繞用的，上面這些小孔用來濕潤拖頭部分的滾刷，冷水和熱水都是從這裡出來。蒸汽出氣孔，線材都是打了白膠進行固定的。花了半天時間把這個集線器把它取下來，這個是拖頭部分的 LED 照明板，這就是這個蒸汽洗滌機水路所配置的各種器件。清潔液入口配置一個微型蠕動棒，清水進口水流檢測開關，2個管子的通道全部在這個盒子裡面匯流。這邊配置一個小型的抽水棒，把混合清潔液的水通過這一個3通閥流到滾刷上面濕潤滾刷。另外一個通道就是進入這個加熱鍋，洗滌機的熱水和蒸汽都是在這個加熱鍋裡面產生的。熱水和蒸汽通過3通電磁閥進入到洗滌機的滾刷，或者是噴出到拖头外部。光是這個水路的配置，工程師估計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啊。
熱水怎麼管理，蒸汽怎麼管理，水路怎麼分配，全部靠這一個控制板來控制。板子上的元器件全部用白膠進行灌封，防水防潮，為的就是延長洗地機的使用壽命。卸下洗地機的2個助力輪，水路的各種閥體、泵體的固定座，這是拖頭部分的充電出點，紅色正極，黑色是負極，藍色是控制。這一路還配置一個海拔檢測。固定電機用的鋼板硬塊，電機線是直接連通到主機，防止電機線被割斷，用了一個硅膠墊。滾刷的電機跟前面拆的幾款是一樣的，都是防水電機，而且是加了齒輪組的大扭矩電機。整個拖頭部分啊，包括這個拖頭底罩，都是用的尼龍的塑料，強度非常的高，耐衝擊、耐腐蚀、耐彎折，不易變形。這個是一個好產品，必須要用的一種好材料。這一堆啊，就是拖頭部分拆出來所有的零件。關於電路，我們留到最後一起來講。我們現在要拆的就是這個有望蒸汽洗地機的主機部分。關於污水箱，現在這一代就僅僅就是一個污水箱啊，清水箱設置在拖頭部分了，所以這個功能就更單一。不一樣的是，它內部有一個集成袋，去味棒跟上一代也是差不多的。這個設計也可以說是有望的家族化設計啊。污水箱底部的線路蓋板，紅色硅膠的密封圈，防止進水。線路的接頭處都有白色的膠啊，灌封的非常的嚴實。主機底部4顆加粗的不鏽鋼螺絲。洗地機底部集成管道，卸掉主機上4顆螺絲。這一代的主機上蓋打了好多膠啊，螺絲隱藏在這個蓋子下面。顯示屏部分變成了一個單獨的模組，手柄連接排線同樣是打了膠的啊。顯示屏連接排線，斷開主板上所有的排線，拿出電池包和主板。電池排線我們把它斷開，這根是電池排線，這個是加熱鍋的供電排線，都是用的 XT30的接口。為了避免主板內部進水，這個白膠都是打滿了的。花了9牛2虎之力啊，把這個電機板取下來。主電機底部白色的硅膠緩震墊，主電機的控制排線，紅色的硅膠緩震墊子，紅色的防水密封圈，電機的保護罩子，污水箱的水位檢測出點，最底部還有一個紅色的硅膠墊子緩震。然後殼體下面就是主要的線纜，可以看到這個發熱鍋的供電線是採用的特氟龍材質，這種是耐高溫、烤不化的線材。這個有望蒸汽洗地機，它的續航時間非常的長，跟這個電池包有關係啊。以前是用的圓柱電池，這一次是用的聚合物電池，電芯的容量要大很多了。電池包底部也是一樣的灌封了白膠，內部的電池應該是多串的啊。這個是單體電芯電壓檢測線，主板的面積比以前又縮小了很多。這就是主機部分的拆解。這台有望雲朵蒸汽洗地機結構我們已經拆明白了，接下來才是這台機器真正強不強的核心啊！我們要看控制鏈路怎麼做，供電怎麼分，以及失電車的安全隔離怎麼處理。首先我們看基站控制部分，洗地機的基站主要幹2件事：給主機的電池包充電，同時用隔離控制把滾刷的烘乾加熱管起來。首先是220伏市電輸入，用的是深圳良盛電子的陶瓷管狀保險絲，用於異常過流斷電保護。接着是一顆天泰電機工業出品的0.1微法 X2 安硅電容，用於抑制插模干擾，吸收尖峰脈衝，讓後期的電源和控制更乾淨。然後市電就被分成了2路，一路送給開關電源适配器模塊，輸出直流給洗地機電池包充電，同時也給這個基站的控制板供電，另一路直接給基站的 PTC 加熱板供電。控制板上用上海兴隆半导體的 XL1509A 做降壓，把适配器的電壓降到5伏，旁邊再配一顆私音 SX-ETC 的線性尾壓，
把關鍵邏輯電壓再穩一遍，為基站的 MCU 供電。控制 MCU 用的是上海新生電子的單片機，型號 HA8F1616C。這個 MCU 在基站裡主要管 LED 燈光提示、PTC 溫度邏輯以及加熱、啟停策略。最關鍵的隔離控制部分，用了台灣億光電子的 EL817 光耦和 EL3052 可控硅輸出光耦，做高壓與低壓控制側的隔離，把低壓控制信號隔空傳給思音 SDT0210-8W 的可控硅去實際控制 PTC 加熱片，實現滾刷的加熱烘乾，讓這個 PTC 加熱片該熱的時候熱，該停的時候停，這才是烘乾體驗穩定的基礎。所以你別看它叫基站，其實是一台躲在基座裡的隱形充電器加隱形電熱控制器。這台蒸汽洗滌機的穩和敢上熱水蒸汽，先要看電池包這條鏈路有沒有把充機負載按住。這套電池包是7串聚合物電芯組成的電池儲能包。保護策略用的是廣東賽威微電子出品的 CW1072 主保護芯片，加上 CW1071 次級保護芯片，兩者組成雙重保護系統，負責過充、過放、斷線與溫度類保護，先把整機的安全邊界立住。再配合負極端的 R2002、R2003 電流採樣電阻，正極端恢復保險絲，以及 SS510B 肖特基 GS3MB 防反灌2極管，再加上2顆深圳上鼎新科技出品的 DTU80N06 做電池端保護管。這套組合的意義就是異常場景先別炸，順態充機先別掉電壓。輸出端配置2路 XT30 輸出接口，一路專攻主吸力無刷電機，一路專攻脫頭的加熱鍋，2路大功率分開供電，互相不搶電，也更不容易把噪聲串在一起。這就是典型的家電工程思路，該隔離就隔離，別讓系統互相拖後腿。然後是低壓供電之路，適配器電壓先由蘇州斯瑞普微電子的 TPP60308 降壓芯片，把電池包電壓降到12伏。這是一顆60伏輸入、3.5安輸出的降壓轉換器，集成高邊 MOS， 做家電這種輸入波動大、要穩定的場景非常合適。再由江蘇長金科技的 78M05 做5伏邏輯電源，簡單穩定抗干擾。最後就是整機主控 MCU 用的是上海新生電子的 HA8F105AC8， 配合拖頭控制 MCU 做分域控制，再加上板子上4顆斯瑞普微電子出品的 V358B 運放做採樣信號調理，把整機的感知、決策、執行3條鏈路打通。然後就是整機的功能電路，這一代雲朵洗滌機用起來順，核心不是多了多少功能，而是控制分域做得更像一台系統。拖頭控制板上同樣用斯瑞普微電子出品的 TPP60308 把電壓穩到12伏，專門給電解水裝置和2個助力輪系統供電。再用 78M05 提供5伏給拖頭的 MCU， 拖頭部分這一顆 MCU 也是來自上海新生電子出品的 HA8F1628D。 這顆 MCU 很關鍵，它主要控制這一堆閥棒開關、熱水、蒸汽、清水切換，還要適時跟主控 MCU 通訊。這就意味着水路和熱路的時序不需要跟 UI 主策略擠一條線程，整機的調度就更不容易亂。顯示模塊用的是深圳天威電子的 TM1637 做 LED 驅動顯示，成熟穩定，接口簡單，決定了用戶交互是所見所得。主板上邊緣部分3顆上鼎新科技出品的 DTQ6601 開關管，去分管各路功能，這是把執行鏈路做成獨立開關域的經典做法。思音 258F 的語音芯片負責提示與交互反饋。拖頭滾刷電機驅動用的是西安托爾微電子的 TMI8140， 這是一顆 H 橋有刷直流電機驅動器，工作電壓範圍 6.8 伏到40伏，帶牽壓、過流、過溫、短路等保護，也支持 PWM 控制，屬於功能夠用、保護齊全的工程器件。再配一顆上鼎新科技 DTU6661 開關管做電機系統的開關，相當於把驅動和供電使能分層，出故障更好兜底。充電控制用的是 TVS 順態抑制加 GS3MB 的2極管整流，先把浪湧尖峰壓住，再保證電流路徑的方向正確。這整機的電路不是堆料，是分域分層可控，該誰管誰，別互相添亂。材料是底盤，動力是上線，
而這一代雲朵蒸汽洗滌機體驗的靈魂鍵就在助力輪和水路的閉環。整機結構用料這塊很乾脆啊，整機的殼體材料都是 ABS 工程塑料，拖頭主體全部用到 PA6 的尼龍材料，外露的螺絲全部用不鏽鋼。這種做法就是該硬的地方硬，該耐腐蝕耐衝擊的地方別搞花活。拖頭部分熱水與蒸汽來自這一個微型加熱鍋，鋁合金的外殼，定制型號，電池包24伏電壓直供，好處就是響應快，功率平台給足。水路執行鍵用的都是深圳華興恆泰閥棒出品，一顆 PEP-10 蠕動棒軸主供水路徑，2顆 PEP-5S 蠕動棒分別管理清潔液加入與加熱鍋供水，2顆 CNV6 3通電磁閥負責清水、熱水、蒸汽等路徑切換。蠕動棒的優勢，介質不進棒腔，劑量穩定，抗髒污，特別適合清潔液這種可控不堵的場景。整機的動力這一塊，主吸力電機來自蘇州新德盛科技出品的200瓦定制無刷電機。蘇州新德盛清潔電器專業，電機供應鏈出身，電機吸力不虛，決定了這台機器的清潔力上限。滾刷電機用的是深圳成方電機出品的 RS595 大功率油刷電機，還配一套齒輪組，就是為了扭矩和負載準備的大扭矩大功率選手。而助力輪電機用的是東莞本摸未来科技出品 M6 系列次伏無刷電機，驱控一體，2個輪子全部都是定制，前推後拉隨動，停放還能輔助直立，助力不是彈簧，是閉環控制，再配合你的操控動作。兄弟們，最後我用一句話概括這台雲朵蒸汽洗滌機厲害的地方，不是堆參數，而是把動力、熱路、水路、控制4條鏈路做成了系統級閉環。我們先說它的優點，第一條就是電源架構做得很工程，7串電池高壓平台，2路 XT30 分路供電，把主吸力電機和加熱鍋硬隔離，再配合雙級電芯保護、採樣電阻、保護管與防反灌元器件，把瞬態衝擊和異常風險都提前摁住，所以它才能在實際使用裡做到清潔力狠、模式切換穩、續航也很扎實。第二條就是控制架構夠清爽，主控、拖頭控制、雙 MCU 分域、閥棒、水路、熱水蒸汽這類的強時序功能自己閉環。基站這邊也把充電、供電和 PTC 烘乾控制分清楚，用光偶加可控硅去隔離控制室電加熱，讓烘乾和安全邊界更加可靠。第三條是執行鍵選型對路，蠕動棒負責定量供液和加熱供水，3通閥負責分路切換，電機端則是主吸力無刷給動力上限，滾刷扭矩鏈路負責貼地清理，助力輪用次伏無刷電機驅控一體，把推拉手感做成跟手隨動，這就是那種越用越輕鬆的底氣啊。再說要提醒的地方，熱水和蒸汽這類功能，宣傳口徑和末端實車溫度會存在測點差異，大家以實際效果為準。另外，水路和傳動屬於長期使用件，後續按官方維護建議定期清理就行。咱們的測試篇告訴你它好不好用，拆解篇告訴你它為什麼好用。這台雲朵蒸汽版洗滌機，最後我給出我的評價，它不是靠宣傳來制造高級感，而是把體驗做成幾條關鍵的鏈路，一條一條的做扎實。該省力的地方真的省力，該強的地方真的能強。它把體驗做順，清潔做狠，系統做實，屬於一台把高溫深度清潔加省力省心真正落地的旗艦洗滌機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